如果说把美国和超跑两个词结合起来，很多人都想不出有什么车。的确，美国本土产的基本都是量大管饱的大排量肌肉车，而近10年真正算得上的美国超跑有福特 GT 这一辆。但随着科尔维特 C8 这一代发布后，这一格局被打破了。科尔维特 C8 舍弃了之前传统的前置后驱布局，改为超跑常规的中置后驱。而上个月，科尔维特发布了史上动力最强的车 ZR1X。综合马力更是高达1250匹。那这样一辆车去刷纽北会跑出怎样的圈数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纽北之家。先赞后看，咱们马上发车。1周前，科尔维特在社媒上发布了名为 Fast as Green Hill 的视频，可以大概看见这是刚发布的 ZR1 在刷纽北。那么预计很快圈数就会和大家正式见面，而我们也可以预见它的目标就是超过野马 GTD 了，6分52秒072。那具体会是哪一辆车去刷纽北？我们从最近的谍照视频可以看出，至少有6辆科尔维特在纽北做测试。这辆蓝色和黄色的是 Z06， 前盖没开孔，可以很容易分别。这辆黑色和红色的就是 ZR1， 前盖开孔加更强的空力套件也很容易看出来。那最强的 ZR1X 有在纽北测试吗？还真被我找到了，比如这辆蓝黑色编号69的 ZR1， 虽然它和普通版 ZR1 看上去没区别，但它后引擎盖是有一个黄色的贴纸，这正是纽北测试车辆是混动的标志。它的作用就是告诉救援车辆这辆车有电池，在事故时救援要注意些。而 ZR1 和 ZR1X 的区别上，外观上基本一样，内在就是 ZR1X 是混动车型。ZR1X 将 ZR1 的 LT7 V8 发动机与科尔维特 E-Ray 改进版的电机相结合。结果如何？一辆混动四驱科尔维特诞生，输出功率高达惊人的1250匹马力，其中的1064匹马力主要来自 5.5 升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，通过8速双离合自动变速箱传输至后轴。前轴搭载的是 E-Ray 的电动机，但电机系统得到了提升。虽然电池总容量与 E-Ray 相同，均为 1.9 千瓦时，但可用能量提升了 29%， 这使得 ZR1X 能够提高峰值工作电压，进而提升输出效率。ZR1X 的前轴电机转速比 E-Ray 高出100转每分，可输出186马力，电机的动力也能持续更长时间。可能会有人说，数据这么优秀， ZR1X 不过是一辆直线加速超跑罢了。你这么想就大错特错。雪佛兰的工程师从 E-Ray 车型中汲取了 EAWD 底盘控制系统，并针对了 ZR1X 进行了彻底的重新设计。ZR1X 可以同时在横向和纵向上承受1个 G 的过载，同时方向盘上也集成了一键可释放1250马力的按钮。ZR1X 还改进了刹车系统，前10后6活塞的卡钳相信能完全 hold 得住这大马力。同时选装 ZDK 性能包后，悬挂、底盘、轮胎和碳纤维空气动力学套件都会得到升级。ZR1X 还将搭载通用集团全新的 PTM Pro 赛道模式，激活后可关闭牵引力稳定控制系统。现在你还觉得 ZR1X 是一辆直道超跑了吗？那 ZR1X 跑纽北的具体圈数能到多少？目前 C8 这一代的科尔维特、雪佛兰并没有在纽北刷过圈，不过 Sport Auto 测试过24款的 Z06 在纽北的圈数，最后跑出了7分10秒51的成绩。如果官方来测试，还能再快几秒。Z06 这款车只用670马力，和 ZR1X 同样 V8， 但 ZR1X 用的是顶级的 LT7， 比 Z06 上的 LT6 更高一级，加上四驱，马力再提升580匹，底盘、悬挂、刹车、空力都有升级。那 ZR1X 的圈数肯定快很多，而福特野马 GTD 的815匹马力，显然对上 ZR1X 也是不够看。那必然 ZR1X 的圈数绝对向着6分40秒的区间去了。其实外网已经有很多博主做了预测，普遍认为能超过 AMG ONE 的圈数，进入6分30秒的新世界。虽然马力更胜一筹，但我认为奔驰的这套 F1 爆改超跑的含金量还是在的，所以我的预测是6分40秒左右的这个区间，甚至有可能比保时捷 GT2 RS 还要快。当然这次 ZR1X 价格也不便宜，预计将在25万美元左右。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最近几年纽北千匹加四驱的组合越来越多了？虽然后驱前轮转向的组合在赛道是黄金组合，但1000匹以上的后驱真的很难控制，所以四驱哪怕牺牲点转向，但能控制住这1000匹猛兽还是很有必要的。好的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我们应该很快就能看到 ZR1X 的纽北圈数，说不定 ZR1 和 Z06 也会有。